每日中文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宇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， 继续我们要进行的这场拆解汉字、感悟人生的旅程。上一集，我们透过女字，领悟了女性那份包容与坚韧之美。今天，王宇想邀请大家走出那扇温暖的家门，看一看窗外的世界。你能感觉到空气中的变化吗？当最后凛冽的寒风刮过，当冰雪消融，露出泥土中的那一点点柔弱的嫩绿，大自然正在书写着一个字，那是起始的字，是希望的字。这就是关于春字的故事。请大家跟随王宇在脑海中重新写一遍春字。很多学中文的朋友为了好记，常念那句顺口溜三人看日出，因为乍一看上面像三和人，底下是个日字。但是这个字真正的根源远比顺口溜要富有诗意得多。在刻于举甲的甲骨文中，春字就是一幅心动的画，最底下是日，也就是太阳，这是春天的灵魂。没有阳光，春天便不会降临。而上面的部分其实是屯字的变体，它描写着一株鸡嫩的幼苗在草丛中努力顶破泥土的样子。春字告诉了我们一条自然法则，在太阳的温暖的照耀下，万物开始躁动，冲破冬天的坚硬外壳，破土而出。那是从沉寂中爆发出的生命的奇迹。当春天到来，复活的不只是草木，还有那些微小的生灵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汉字，也就是蠢。大家看看这个字，上面是春，下面是两条虫子，也就是虫字旁。今天我们常用愚蠢来骂人笨，但这真是冤枉了这个字，它的本意一点坏心眼儿都没有。古人造这个字是为了描写这样一番景象：当春雷炸响，蛰伏在地下冬眠的昆虫感受到了春天的暖意，开始在洞穴里蠕动苏醒。这种蠕动正是生命活力的最初征兆。成语蠢蠢欲动原本也是这个意思。它提醒我们，春天是摆脱冬日懒散和停滞，开始行动的时刻。即便最初的步伐像幼虫一样笨拙，但那却是必须的开始。从草木、昆虫，春天走进了人生，化作了最美好的词汇——青春。为什么年轻的岁月被称为青春呢？青是绿色，是草木的色，是天空的色。根据中国文化的五行学说，春天属母，对应的正是东方和青色。将青和春结合，古人想说的不仅仅是年龄，青春是青葱的春天，是人生中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，就像草木出枝芽发一样。但是草木绿了又黄，春天来了又去，青春这两个字因此既带着耀眼的骄傲，又隐隐透着对时光有限的惋惜。它告诫我们要像春天一样活得灿烂，这样当夏去奥来，我们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悔。提到春，就不得不提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。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为什么过年要叫春节？节字最初是指竹子的竹节，竹子是一节一节长大的，古人借此来指代时间的节点。其实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，正月1日一直被称为元旦，并不叫春节。春节这个名字其实才诞生了100多年。1914年，民国政府为了与世界接轨，规定公历1月1日为元旦，
那传统的农历年该叫什么呢？这时，人们仰望星空，意识到农历年总是紧挨着立春这个节气。在24节气中，立春是轮回的起点，标志着阳气回升，冰雪消融。对于一个有着悠久的稻作文明的国度，这是宇宙的发出的黄金信号，预示着播种时节的开始。因此，改名春节不仅是一个行政决定，它是历史的一处精妙伏笔。它既区分了摩登的元旦，又重申了民族的根脉。过年就是迎接春天，是农民向天地发出的神圣祈愿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春节这个名字因此既有新时代的印记，又承载着千年农耕文化的深情。从日字的温暖到幼苗的破土，从昆虫的苏醒到对青春的怀念，以及春节的团圆气氛，王宇觉得春不仅仅是一年中的一个季节，春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只要你敢于推开恐惧的坚硬，敢于像幼苗寻光那样去学习、去成长，并让心灵保持常青，那么你就正生活在自己的春天里。今年春天，你期待什么愿望会发芽呢？请告诉王宇。下一集大家想听听哪个汉字的故事？请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王宇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